大的去看过，最后不是疯了就是傻了，治都治不好，没一个跑得了的。哦，您说的是粮仓南边那宅子？对，就是那处宅子。您看上的不会真是那处宅子吧？没，也不是，就是随便看看。得了，麻烦您，叨扰啊！慢走啊，慢走。大人，这大姐说的有点邪乎，您真信啊？你信吗？不信。不信啊？那就麻烦你今晚去大探一番。您不去啊？大人怕鬼，不敢去啊。您别逗了。哎呀，去那边排队好不好？这一锅还没好呢，去那边排队啊，一个人都少不了，全都有啊，赶紧去排队啊！都有。来，七仔，哎，你过来帮忙。来了，你在这儿盛，小心点啊！来，往这边一点。孟南姑娘呢，夫人？她去给百姓看病了。那贺侍卫呢？那还用说啊？那肯定去保护孟南姑娘。哦，喜儿，你那锅熬好了吗？快了，夫人啊，我得搅和着点，不然锅里光糊。小心烫啊！药没有了，咱们去给夫人他们帮忙。哎，孟南姑娘，我来帮你背吧。哎，不沉，太沉了，来。哎，不沉。你这看的什么书啊？这么吉祥。你要看吗？看呀。老板，哎呦，算了，我不看。这个刘墉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这李耳朵也不清楚，本来像送祖宗一样把刘墉送走了，可谁知道刘墉又抓住了难民的问题，把大批的难民带回了临清州。这李耳朵现在每天去给难民找吃的，可问题是，他们怎么会盯上粮库了呢？这个秘密，千万不能让他们查到啊！您放心，我已经让李耳朵去处理了。你怎么还相信李耳朵呢？这李耳朵他是没办法，刘墉天天盯着他，死盯着，更何况他盯着赈灾粮不放。你赶紧安排人，把赈灾粮的问题给我解决了。这个刘墉总不能在临清州为了灾民待上3个月吧？啊，那不能。灾民的问题解决了，这刘墉自然而然的就走了。不行，我不相信李耳朵，赶紧把东西给我转移了。现在？不是现在，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刘墉找到吗？到时候，拿你我的脑袋，都承担不起这个责任。是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准备下。万一李耳朵解决不了，你亲自去一趟临清州。是。谢谢啊。乡亲们，慢点啊！有人给咱们送粮食了，快出来看看呀！一个一个来，粮食吃了。好，太客气了。好，谢谢。你看看，拉来了这么多粮食。哪都有好人，夫人。刘总上，不必客气，都是为了乡亲们嘛。谢谢您了。好，刘总上，不必客气啊。谢谢刘总上。哎呀，七彩，愣着干嘛？快！夫人，那好像是我一个旧识，我过去说句话行吗？好，快去吧。哎，颠簸之地。好，刘总上。喜儿，快来帮忙。谢谢刘总上，谢谢刘总上，谢谢刘总上。他在这儿还能碰到熟人呢？是啊，好奇怪啊！慢点啊。刘总上，柳大哥。柳大哥，真的是你啊！您是？乡下闺女。青文。青文。真没想到啊！是，我也是真没想到，居然在这儿碰见你了。
你父亲的事，我听说了，我也是深感痛心呐。你爹生前对我不错，你看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跟我说，我都帮你。柳大哥，以前的事过去了，咱就不提了。我现在跟着一个夫人，对我挺好的啊，好就好。这段时间呢，我都会住在这儿，有时间我们再好好叙叙旧，好吧？嗯，谢谢柳大哥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哎，走。快，都拿走，都拿走！快，这儿还有。等等，慢着。好，刘总上。好，客气了，客气了。多礼，不必多礼。好好好好。刘总上。好好好。哟，还有这么多粮食呢？对呀，这些粮食可不少啊。慢慢喝啊。谢谢啊。赤田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儿。把碗端好了。哎，谢谢。赤彩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夫人。哎，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没烫着你吧？赤彩，你怎么了？夫人，我可能是身体不舒服，我能先回去吗？啊，那你快回去休息吧。哎，喜儿，你送送他。哎，不用不用，赤田，你哪不舒服？我没事儿。我送送你吧。不用。来，下一个。谢谢刘总商，好好好好，谢谢刘总商，刘总商好人。哎呦，李大人，我来迟了，还请莫怪啊。哎呀，怎么会呢？不迟不迟。哎呀，这刘总商能够义务为我们临清州百姓募集赈灾粮食，本官这心里是感动啊。哎，只是相形之下呀，本官作为一地之父母，对刘总商以及您所代表的这些有识之士，心里惭愧啊。哎，李大人不必如此。如今全国各地皆有饥荒，此乃天灾啊，不是李大人您一人之责任。天灾当前，我们应当所有人团结一致，每个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，共同度过天灾，这才是正道啊！哎呀，刘总商说得好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我得代表我们临清州的百姓们为刘总商鞠躬了啊！哎，李大人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我们商会此次啊，只为咱们临清州送来3个月周棚所需的粮食，以及一些衣物和药材，剩余的还有其他几站去送，所以无法承诺李大人更多，绵薄之力罢了。哎，足够了，我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。有了这3个月的过渡期，我就能想出一个长久的解决之策。否则，我这一地之父母不为百姓解忧，我还要这铃子干什么呀？是是，管家，哎，收藏入库吧。是，老爷。来，刘总商，往里边请。李大人请，走。都走。哎呀，送来多少啊？您说咱们刚带着灾民回到临清州，这个叫柳强的就带着粮食冒出来，这个李耳朵的招可真多啊！不管怎么说吧，老百姓先有粮食吃，这总算是件好事儿。大人，我是说他们肯定还有别的目的。哎，对了，柳强来带的粮车多吗？多，但是没有全部卸车，说是有一部分要运往其他的州府。柳强、粮库、粮食，这背不住中间还真的有什么联系。行，
先别惊动他们。鬼屋那边有信儿吗？我盯着呢，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您。好，忙去吧。好嘞。老爷，七彩有话跟您说。怎么了？别着急，把刚才跟我说的话慢慢再给老爷说一遍。老爷，我今天碰见杀我父母的人了。啊？怎么回事？你说说。这人叫柳强，之前我爹带我跟我娘上京城那趟，就是柳强假装跟我爹交朋友，给我爹介绍的生意。多谢刘总商订了那么多货，我们江家真的感激不尽呐！伯父，只需要您把这批货物送到京城即可。老夫敬你一杯。好，来。京城路远，我爹舍不得我跟我娘，才带着我全家人一块上路了。后来，不就碰见那帮劫匪了吗？您都知道的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那帮劫匪怎么目的性就那么明确啊？就跟谋划好了一样的。我现在觉得柳强一定是背后有指使，一定是他。七彩，首先说，你说的这个人，你确定就是今天送粮食来的柳强吗？我肯定，老爷。老爷，你认识他呀？我也是刚听秦朗说的。七彩，你被劫当天，柳强也在场吗？没有，但是我爹的扳指他戴手上了呀。我爹被劫以后，那扳指就被抢去了，现在在他手上，不是他还能有谁？那你怎么断定他戴那扳指就是你父亲的呢？老爷，那个扳指我爹戴了20年了，是我家祖传下来的，我不会看错的。刘大人，要不然我直接把人带回来，有鬼没鬼，审一审就知道了。不行！即便是这个柳强真的有什么鬼的话，你单凭一个扳指，你怎么能定他的罪呢？他也不会承认呢。如果要想定他的罪，那得搜集其他全部证据才可以。老爷，您说怎么找？我们一起找。不行，我从明天开始跟着那个柳强。不要瞎闹，听我的，别添乱。七彩啊，那柳强现在知道你已经怀疑他了吗？应该不知道。我看见扳指的时候，他背过身去了。他还假模假式的说要帮我呢。那就好，没惊动他就好。七彩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你都不要自己去找柳强，容我慢慢查，知道吗？七彩，听老爷的话，别多想。你放心，老爷一定会帮你查清楚的。谢谢老爷，谢谢夫人。好了。七彩，喝点水吧。谢谢，你们都对我太好了。应该的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嘛。大人说的对，你一定要相信善恶终有报，这恶人啊都会罪有应得的。我现在恨不得一刀捅死他。七彩，不能冲动，别说傻话了，你更不能做傻事儿。梦楠，你知道那种滋味吗？凶手就在你面前，你就是没法给你爹娘报仇。我知道，我真的特别能理解你的感受。我信老爷说的，正义终将会到来。
怎么样？七彩好点了吗？他情绪还是不太稳定，一心想着去复仇。你哭了？被七彩说的，最起码他还知道自己的仇人是谁，有了方向。可我爹这儿一点线索都没有。怎么会呢？你爹的事儿，咱们不是已经查到毒蜂的线索了吗？那只是杀人的手段，有什么用啊？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梦楠姑娘，你别担心，我会帮你的。谢谢你啊，贺大哥。我们先想办法帮七彩吧。好。唉，这七彩太可怜了，整个人跟丢了魂一样，我看着真心疼。是啊，夫人，孩子也真是不容易，一家人被杀这事儿刚过去不久，这不新仇旧恨又都来了。干脆让我去一枪崩了这个柳强。夫人，千万不可！不瞒你说，我们现在正在办一个案子，我怀疑这个案子跟柳强有极大的关系。什么案子啊？我想好了再跟夫人说吧。又不跟我说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像这种坏人就不能活。我最讨厌这种人了，表面上装得跟大善人一样，背地里却是无恶不作，想想就生气。行了，夫人，甭管怎么说，这些日在家里啊，你多照顾照顾七彩，让这孩子想开一点，别回头再做出傻事儿来啊。放心吧，老爷，这段时间啊，我就让他多休息，我有时间就陪他说说话。哎，夫人，我就光剩在外头忙了，家里您多担待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这家里的事儿本来就该我管。没跟着我享福，光剩受罪了。只要有你在啊，我就安心。快点，快点！真是胆大包天呐！看来这个字条上传达的消息还真是对的，林清州就是他们官银的一个中转站，所有不明来路的银子都汇集在此，并且通过赈灾粮的渠道转运出去。现场有多少官银呢？那真是太多了，每个麻袋少说要装几百两，像这样的麻袋几千个。粗略一算就是几百万两，而且还只是一批。大人，我打听了，那个鬼屋真是藏官银的地方，每一个月闹一次鬼火。看来咱们找对地方了。大人，这事儿有点大，要不然咱们上报吧？绝对不行。
我们要自己查这个案子，找到这批银子的流动方向。林清洲如果只是一个中转站的话，那后边一定还有一个更大的地方。好，那我这就回去盯着去。刘墉知道多少赈灾粮的事儿？暂时还不清楚，但是粮库他的确是去过了。但问题是，他怎么找着这粮库的呀？李大人，赈灾粮的事儿报了也就算了，咱们还能灭灭火。可是这官营的事儿再暴露，传到京城，我们早晚得被这把火烧死。就是啊，那赶紧把这官银给转移了呀。李大人放心，臧大人已经安排好了。有人会跟你对接的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李大人呐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，这说明臧大人对你的耐心是越来越有限了。这臧大人，他不信任我，我有啥法子呀？张兄，你可都看到了，你说近日以来为处理此事，我是尽心竭虑啊。你说，张兄，一定得多替我在臧大人面前美言呐。李大人呐，这可是咱们最后一次机会了。秦捕头呢？我哥说他抓到一只鬼，让我来给您通报一声。哎，还有那个柳强，最近有什么异常表现吗？也没什么，每天也就一枕10周。那也得盯住了他。是。秦捕头还说什么？他说今天晚上鬼屋里会有活动。好，让他们盯紧。哎，大人，你们这抓什么鬼呢？我怎么到现在都云里雾里的？干好自己分内的事，抓鬼那天让你们好好欣赏欣赏啊！还真有鬼啊！那当然。刘喜呢？见着了，刚刚路上还看着呢。他好像也在跟踪柳强。我还想呢，大人，你怎么派2拨人跟踪他呀？看来这是要全部沦陷呢。怎么了呀？真没想到啊！是您柳兄代表臧大人来接这批货，执行命令罢了。在下此次来到灵清州，多有打扰。臧大人近来可好啊？好，很好。臧大人说了，眼下刘墉已到，该让我帮大人想个万全之策了。哦，那好啊，愿意听兄高见啊。不敢，不敢。眼下时局紧张，得赶紧把这批官银随着赈灾粮给送出去，我怕夜长梦多，再生事端。我也担心此事啊。明日此时，我们在城外5公里的白河桥交界，林镖头会安排。你这边就是袁捕头了呗？长春跟随我多年，没问题的。那大人放心，那就有劳柳兄了。为大人们做事儿，应该的。好。雪儿啊，你过来。哎，老爷，你现在还绕着我走啊？哪有啊，老爷？我怎么会绕着你呢？我就是没看见你。那你忙什么呢？我怎么找不着你啊？我这2天不是陪夫人给灾民施粥呢吗？天天累得不行。再说笑话，我听听。我这2天盯着刘强呢。我就知道你干这个呢。杏儿啊，你是能打呀，你是抗揍啊。那个刘强什么人呀？他是个恶人，你知道吗？就凭你，
你能打过他？他能活到今天，他有他的道行。你真以为你能战胜一个恶人？那也比你什么都不做强。你这是跟老爷说话呢？我怎么什么都没做？你做什么了？你不就是天天下令，让沏葡萄茶，让喝子奉茶？你不就是坐这里喝茶吗？那我怎么着？我跟你似的出去溜达，那不等于把信儿给人家报了？这不就败露了？老爷，我知道你比我聪明，可是你没见七彩那可怜样，我看着我心疼啊。我就知道你是因为这个。心儿啊，你是个男孩子，要有胸怀，你不能为情所困呀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你明白吗？老爷，我明白，我知道你是谋大化的人，我就是容易小不忍的人。我知道自己傻，没你聪明，可是我真看不得七彩被人欺负啊！你那个意思，我能看他被人欺负？你是说老爷，我说错话了不行吗？你别生气了，老爷。从今天起，哎，不去，家待着。老爷，你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别生气了，我不去了，行吗？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心儿啊，你这个孩子道行浅，你不知道恶人有多恶。刘强，你恨他，你想弄，你一下抓住七寸，一下弄死，不然的话，你早晚被他咬。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老爷，我给你倒杯茶。喝什么茶？不等着你我早睡。行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银子被人盯上了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人跑了，但是没看到是谁。你个废物！你的人是怎么办事的？这个节骨眼上怎么能犯如此大错呢？李大人，现在不是责怪的时候，我就怕是刘墉的人。废话，不是刘墉的人，会是谁的人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也罢，既然已经被盯上了，行动只能提前。你们马上就动身。不行，车还没装完呢，最早也得是后天晚上。哎呀，刘墉肯定会派人盯着，你们得把他们甩了呀。那我们需要大人的帮忙。行了，我来安排。你也速派你的人尽快出城，越快越好。是，快！哎呀，一群废物！大人，他们总是夜里干活，热火朝天的，白天没动静。但是从昨天开始，夜里也不干了。您说我是不是暴露了？也不一定。那么大的量，他运起来不太方便。即便就算是你暴露了，也没什么不好。逼着他们必须得有所行动。我呀，盯紧了他们其中一个小头目，他是那个鲁南镖局的镖师。我觉得只要他有什么动作，咱们也能顺藤摸瓜，摸清他们的动向。李尔多那边有消息吗？还跟您说的一样，没什么动静。但是那个柳强忙着四处见人呢。见什么人呢？听葛春和向武说，经常有人出入柳强的客栈，但是没看清人脸。从这个背影和身形分析，是两拨人。因为怕暴露，我也没让他们紧跟。哦，让葛春跟向武啊瞪大了眼睛啊。好，去忙去吧。哎，长春啊，大人，
本官这么多年对你如何呀？大人待长春自然是好的，没得说。可前些日子，由于刘墉激起民愤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嗨，只要能帮上大人，这点委屈算什么呀？那你那帮兄弟呢？他们就没有怨言？都没有。李大人平日里待兄弟们都不薄，兄弟们都愿意为大人赴汤蹈火。好。可这眼下，本官有道坎儿啊。这道坎儿如果过去了，那将来仕途就一马平川；但如果过不去，往好了说，告老还乡，颐养天年；可往坏了说，就可能会丢了身家性命啊！长春啊，眼下本官也只能仰仗于你了。大人，只要长春能做的，长春一定在所不辞。本官希望你帮我运押一批赈灾之粮，亲自运出城去。是我们粮库的吗？是运往济南的赈灾粮，不在记录之内。属下明白，属下一定竭尽全力。可是大人，咱们要让那个刘墉放肆到什么时候啊？哼，让他放肆到你把我交代的事情办妥。七仔，我专门给你拿了几块点心，你要想吃什么的话，你就尽管告诉我，我去给你买哈。人在伤心的时候要吃点点心，一吃就不伤心了。希儿，我真不想吃，你自己吃吧。请问江新文江姑娘住哪个屋啊？你谁啊？我就是，什么事儿啊？小人乃是悦来客栈的伙计，受刘总商所托，来请江姑娘前去赴约的。你给他说，我们没空，都忙着呢，去不了。刘总商还说他明天就走，所以今天如果有时间就见一面，怕以后再也没机会了。你听不懂人话呀？给你说，你就这么回去跟他说就行。哎，等一下。哎呀，你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，走走走，走吧。七仔，我跟你说，你千万不能去啊！咱们跟夫人和老爷都说好了，这事交给老爷，老爷还专门找过我。这个柳强啊，人面兽心，不知道肚子里装着什么坏水呢。我不去。哎，七仔，你还想吃什么呀？有火烧、煎饼，还有桃酥什么的，我去给你买。要不一样都来点儿。行，好，我马上就去。你先把这个拿着啊，我去了啊。夫人，来，七仔，来，快坐下。这是我特意为你熬的粥，来，尝尝。夫人，您说您对我这么好，七仔怎么报答您啊？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，只要你啊，天天开开心心的，比什么都强。来，快趁热喝。哎。真好喝。夫人，七仔有个不情之请。你说。我这2天老是想起我父母，干什么事儿都没心思，所以我想跟您告个假，回东昌府一趟，去祭拜一下我父母。这么突然？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？要是方便的话，我想今儿就走，我后天就能回来。要不你还是过几天走吧。等老爷帮你查完柳强的事儿再走。夫人，实不相瞒，我这2天经常做噩梦，都是我父母的事儿。我想我可能等不了了，我去圆个坟，烧个纸，我答应你，完事儿我就回来。唉，可你一个女孩子家的，这出门在外也不安全啊。夫人，你放心，我虽然不像你是女中豪杰，可是我也不是什么孱弱女子呀。我也是经历过事儿的人。好吧，
那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我让喜儿陪你去。夫人不需要。再说我走了以后，老爷和您身边也要留个人呀。您放心，我一个人没问题的。可是，夫人，我快去快回。好吧，既然你去意已决，那就路上小心点儿。嗯，你等一下啊。这个你拿着，路上啊肯定有用银子的地方。夫人，七彩不能要这个，听我的，拿着啊。谢夫人，路上小心。嗯。西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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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塔。夫人，七彩呢？他去东昌府给他父母祭拜去了。啊！喜儿，哎，这位员，您需要点什么？掌柜的，刚刚那个姑娘在你们那儿买的什么药？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七彩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千万不能做傻事啊！千万别做傻事。喜儿，七彩，喜儿，喝酒啊？喝不了。别装了，你这么大的块头，还能喝不过我呀？喝。七彩，你就别骗我了，行吗？你知道我喝不了酒，我一喝就醉，你还拿那么多酒，你分明就是想把我灌醉之后去找刘强替你父母报仇是吗？你别瞎说啊！我回东昌府。你回什么东昌府啊？我这一路都跟着你来着。你干嘛跟着我？我是担心你去报仇，报不了仇你自己也回不来。喜儿，我亲眼看着我父母被杀，现在仇人就在面前，你说我能不去报这个仇吗？我特别能理解你，这个仇咱们必须报，但是老爷现在不是想着办法呢吗？你行了，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问你，这要换成是你父母被杀了，你去不去报这个仇？再说了，你凭什么管着我呀？就凭我喜欢你。我知道你喜欢贺子峰，你对他的情谊我都看得见。我为什么在你这儿啊？你送给他的他都丢了，我都捡回来了。七彩，你也别太难过。虽然贺子峰对梦楠姑娘有意思，但是他总有一天会明白，他和梦楠姑娘不合适。人家梦楠姑娘
是以老爷为标准的，他鹤子峰哪一条符合？真的，七彩，我劝你别再去报这个仇了，等老爷想出办法来，你再去好吗？你说你一个人去的话，万一要出点什么差错回不来，你想想，子枫有一天他发现你对他的好了，他回过来找你，你不在了，他心里是什么感受？别说了，他有多……哎呀，七彩，你别喝了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如果你要是去报仇的话，没报成，结果你自己也没回来。你真的别喝了，这不是水，这是酒，喝多了会醉的。希儿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真的关心我。这个荷包是我最喜欢的一个，送给你。你放心，这个荷包我永远都不会丢。谢谢你这么关心我。哇。